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块。我到了日本以后，一天工资就是1000块，就是我在日本一天，我在中国就10个月，那是疯了的，就跟那个心态就跟抢银行那个心态，就是弯弯腰就能捡钱，你还睡什么觉？在日本打工一天，相当于国内10个月。中国男子赴日打黑工，历时15年，终于翻身。20多年前，有一位姓丁的中国男子远赴日本，以黑户的身份流落在东京的高楼与霓虹之间，但他凭借非凡的毅力努力工作，最终在15年后成功翻身，而他的故事也被拍成纪录片，令无数日本人为之落泪。这位男子是何许人也？他为何远赴日本打黑工？最终又是如何翻身的？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看官点点关注，谢谢。1989年夏季的一个深夜，几名衣着朴素、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年轻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阿寒町的电车车站。不多时，电车缓缓驶来，月台上零星的旅客陆续动身，但那几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却一动不动，目光死死盯着敞开的车门，脸上写满了紧张。就在车门即将关闭时，几名年轻人如同脱兔般一头撞入车厢，看着车窗外向后飞奔的夜色，年轻人们顿时松了口气，浑身脱力似的靠在椅背上，就像刚从地狱中逃脱，劫后余生的松弛感油然而生。其中一名略显老态的男子在短暂放松后，眉头再度紧锁，疲倦的眼眸中夹杂着一丝不安，因为他无法预知这辆通往东京的电车究竟将带他驶向怎样的未来。这位名为丁尚彪的男子就这样被北海道夏日的凉风与心中的迷惘裹挟着，一路向南，开启一段苦涩如歌的人生。时间拨回上世纪80年代，在知识青年返乡热潮中，丁尚彪带着妻子与孩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上海。当初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丁尚彪高中尚未毕业便前往安徽农村参与建设。在10多年里，丁尚彪邂逅了同为上海知青的妻子陈欣欣，两人相知相识相恋，在同伴的见证下走入婚姻殿堂，并喜得一女。夫妻二人本以为回到上海后可以开启美好新生活，可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对他们却并不友好。10几年的知青生活令丁尚彪夫妇的学业彻底荒废，两夫妻甚至凑不出一张高中文凭。没有一技之长的丁尚彪被迫进入工厂打工，勉强维持一家3口的生活。但丁尚彪不愿向逼仄的现实妥协，他渴望出人头地，改变贫穷的命运。这股强烈的意志驱使着他做出改变，而他的命运也因此踏入另一条河流。80年代，国内掀起留学热潮，哪怕不是留学，人们也抱着冒险精神，希望能在国外闯荡出一番事业。丁尚彪身边就不乏这样的冒险家。据丁尚彪回忆，当时他的朋友到日本留学后，写信跟他描述，日本打工者一天的工资就相当于1000人民币。丁尚彪一寻思，自己当时1个月的工资也就100元，也就是说，在日本干一天，相当于在国内干10个月。后来丁尚彪描述当时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道，当时的心态就跟抢银行一样，弯弯腰就能捡钱，那还睡什么觉？丁尚彪心动了，此时的他与日本的距离仅仅是一个契机，又或者说是一张签证。1989年，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份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说明书。与其他语言学校不同，飞鸟学院同意学生先拿到签证再交学费。在那个留学骗局频发的时代，飞鸟学院的做法取得了不少人的信任，丁尚彪正是其中之一。尽管42万日元的学费对于丁尚彪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相当于夫妻二人打工15年的工资，但为了改变现状，丁尚彪还是硬着头皮向亲朋好友借钱，东拼西凑攒齐学费。而飞鸟学院也信守承诺，在他提出求学申请后不久，便为他发放签证。1989年6月12日，35岁的丁尚彪坐上了前往日本北海道阿寒町的飞机，开启了这段漫长苦涩的异国之旅。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残酷的真相也逐渐向丁尚彪等一行留学生揭开。原来，阿寒町是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偏僻小镇，过去靠着当地的熊别煤矿盛极一时，但随着70年代矿场关闭，阿寒町经济日渐萎缩，人员不断向外流失，城镇一片荒芜。为了让阿寒町重焕生机，阿寒町政府与飞鸟学院达成合作，在阿寒町建立分校，并采用比较宽松的政策招收留学生。阿寒町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不清楚实情便前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却欲哭无泪。阿寒町不是他们想象的人间天堂，荒凉的城镇连打工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学校还严格遵照入境管理局的要求，对留学生的行动进行管制，3个月内不允许他们外出打工。这对于丁尚彪等人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本寄希望于半工半读，在求学期间就把欠款解决，如今看来已是遥遥无期。同时，学校虽然同意学生转校，但却以武力方式阻止学生前往车站，甚至没收他们的护照，令他们寸步难行。无奈之下，
丁尚彪与几名同样背负巨债的同学只得在一个夜晚秘密出逃，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而那趟开往东京的电车也将这批留学生们载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来到东京后，丁尚彪本寄希望于能够转到其他学校继续留学生活，没想到不仅申请没通过，自己的签证也过期了。丁尚彪自此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42万日元的债务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丁尚彪喘不过气。丁尚彪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被遣送回国的选择，哪怕是顶着黑户的身份，丁尚彪也要在东京生存下去。由于签证和学历的原因，丁尚彪没法在东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只能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渠道去打黑工。每天天还没亮，丁尚彪便提前来到劳动市场，不少建筑公司会在那里招临时工，专门找些身强力壮的去干体力活。虽然工作强度很大，但报酬也十分可观。除此之外，丁尚彪还在厨房当后厨，在大楼做清洁工，在车间拧螺丝，有时一天打着3份工，10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中转战多处地点，恨不得把一天当作48小时来用。几乎每一天，丁尚彪都是凌晨出门，等到12点之后才下班回家，连末班车都赶不上的他，只好沿着轨道步行回家。为了不吵醒住在1楼的房东，丁尚彪总是踮着脚上楼。尽管高强度的工作为丁尚彪带来丰厚的收入，但在物质生活方面，丁尚彪却始终坚持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丁尚彪在东京的容身之所是一个连浴室都没有的10平米单间，但丁尚彪总有办法。每天回家后，丁尚彪便用塑料布在水龙头旁边围起1周，人就站在里面洗澡，洗澡水再用塑料布全部接住，用来冲厕所，还能节省下一笔水费。饮食方面，丁尚彪则专注于购买廉价的食材自己做饭，超市的促销区总能找到他的身影。有时，丁尚彪连续几年都不曾买一件衣服，因为社区居民会将破旧的衣服统一放到回收站，而丁尚彪则从中翻找合身的衣服2次利用，解决穿衣需求。衣食住行上的开源节流令丁尚彪省下一大笔钱，加之夙兴夜寐的打工，来到日本的第1年里，丁尚彪便挣到了96万日元，成功还清国内的债务。100万日元、200万日元，在几年时间里，丁尚彪便通过打黑工的方式攒下一笔不小的财富，回到国内也算是名副其实的万元户。不仅如此，丁尚彪在工作期间学会多门技艺，一口气考了5张专业证书。没在语言学校正经上过课的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堪称打工人的奇迹。但由于过度压榨体能，丁尚彪身上也出现早衰的症状，40岁出头，发际线便大幅后移，稀疏的头发中夹杂着不少白发，牙齿也脱落了几颗。饶是如此，丁尚彪依旧没有选择少打几份工替自己减压，因为随着债务解决，丁尚彪心中萌生了新的目标，那便是送女儿到美国留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丁尚彪自知已经无法实现求学梦想，而他只好将这份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好在女儿的学习一直很优秀，中考还以优异成绩被复旦附中录取，而丁尚彪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得知这个消息后，脑海中也逐渐萌生了送女儿出国留学的念头。闲暇时，丁尚彪常常会收听一个名为《留美14部》的电台节目，通过做笔记的方式将具体步骤记录下来，并用长途电话远程指导女儿完成各项准备。高2那年，女儿丁琳成功通过托福考试，随后便在丁尚彪的指导下报考了20所美国高校，最后拿到了4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家人精挑细选后，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于是，在丁尚彪来到日本后的第8年，女儿也离开了上海，前往大洋彼岸求学。为了与父亲见面，丁琳特意选择了以东京作为中转站的航班。在东京成田机场着陆后，丁琳只有24小时的等待时间。由于是黑户，丁尚彪不能进入机场与女儿见面，所以丁琳只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机场前一个地铁站与父亲碰面。当父女2人重逢，心中千言万语刹那间如鲠在喉，但那2行清泪却足以道尽其中冷暖。将女儿送走后，丁尚彪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深知美国消费水平之高，不希望自己当年求学时窘迫的遭遇在女儿身上重演。因此，直到女儿完成学业并在美国站稳脚跟后，丁尚彪才于2004年回到上海，但他也由于黑户的原因被永远禁止进入日本境内。回到上海后，丁尚彪用多年的积蓄在上海投资房产，并凭借出色的日语水平在日企当了几年翻译。在此期间，女儿也在美国当上了执业医师并组建家庭。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孙子，丁尚彪夫妇移民美国，一家3口终于团聚。2006年，以丁尚彪一家3口为主角的纪录片《含泪活着》在日本上映，在日本的票房力压同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阿凡达》。丁尚彪的经历感动了万千日本人，令他们重燃对生活的热情。丁尚彪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倘若没有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来到日本，恐怕他一辈子都只能住在上海那套小平房里，被时代浪潮吞没，却无能为力。他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而这份努力也令他平凡的人生变得可歌可泣。为什么一个女的要来日本干打磨抛光的工作？我说我也不知道，信吗？我哪里会干打磨抛光啊？当初日本老板去上海面试我们的时候，翻译一个字也没说是来日本干打磨抛光的，因为我们面试的是无技术工种嘛，所以就说很简单的扭扭螺丝打打包装就行了。我们一想啊，扭螺丝打包装还能不会吗？然后就来了以后傻眼了，那打磨的机器一转啊，拿货在上面磨，真的都很害怕。一开始说干不了，说和来的时候说的工作不一样，然后翻译就说疫情的原因，工厂有的订单没有了，现在是有什么就做什么，说打磨抛光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的，好好安心上班就行了。当时又换不了工作嘛，要么就回国。我们当时每个人都是花了4万人民币的劳务费来的，又学日语那些的，一共用了13个月才到日本。回去肯定是没法交代的。然后刚好老板又给我们画了一个大饼，说第1年我们学习嘛，按小时发工资，第2年开始按产量的30%的提成给我们算工资，第3年按产量的40%的提成给我们算工资。那时候想想就安心上班了，后来也挺卖力的。刚来的时候嘛，疫情的原因厂里人少，工作也挺多的，我们加班也多，一个月到手也能有个20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的话就差不多能有1万2一个月啦到手。其实对我一个女的来说还挺开心的，对不对？再对比一下其他工厂，真的很多工厂只拿保底工资，5天8个小时到手才8万日元，就5000人民币不到。我上班比别人多嘛，工资也比他们多2、3倍，所以也就安下心来好好干了。最近很多人说我好像不好好上班了，觉得我好像做自媒体飘了。其实我以前也是一边做自媒体，也每天都加班的，因为我做自媒体真的没有我加班的多。最近不加班真的也是有特殊原因的。第一是厂里来越南人了嘛，不缺人了，工作也少了，加班少了，事还多了，厂里各方面也越来越严了，让我们互相竞争，完不成任务就没搬家。和厂里的小领导嘛，搞得也有点不愉快。而且第3年了，老板当初口头承诺的提成啊，也从来没有兑现过。其实我真的也是很想加班的，但是我越严巴巴的想加班，他们就越拿捏你。我感觉嘛也挺丢人的，想想算了，不加班就不加班吧。而且打磨抛光干了2年半了，我从来没请过假，能加班从来都会加班的。最近感觉身体素质嘛也跟不上了，就今天大热天，我身体不舒服，气都喘不上来。夏天嘛，车间也没有空调，我都硬着头皮把班上完了，下班站起来的时候都差点晕了。真的，我发誓，我一个人也没说，也没必要说。下班到现在1个小时了，我才缓过气来拍的视频。其实谁也不怪自己没本事，老板跟员工的立场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我也喜欢越南小伙子那样，都20来岁，干体力活肯定不一样的。我一个中年阿姨了，怎么比？而且刚来老板也承诺越南人他们嘛，以后给提成给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也好卖力的。我也比不上他们，正好我也快回家了，最近就想着好好把日语学一学，然后考个日语等级，不管是回国还是以后再来的话都是有用的。我真的打磨干的也是够的，我努力工作，也想让自己以后多一点选择。我是一个女的嘛，真的不想一辈子干打磨抛光，每天脏兮兮的，手都变形了。